你最近一次觉得自己输了是什么时候啊？可能是早上照镜子的时候，昨天熬夜追剧，今天黑眼圈已经从台北延伸到高雄，或者打开银行 App， 薪水刚进来，下一秒房租、水电、信用卡、保险一起冲出来，那种感觉很像鱿鱼游戏，只是参赛者只有你一个人。还有更惨的，你下定决心减肥，第一天水煮餐，第二天鸡胸肉，第三天珍珠奶茶加鸡排。人生好像常常这样，努力了失败，再努力再失败。然后有一天你突然开始想，我到底会不会赢啊？工作会赢吗？婚姻会赢吗？人生会赢吗？甚至更深一层，最后死亡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输？今天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8节，保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而且答案超级霸气。前面几章都在讲复活，讲到最后，保罗像足球主播突然进入延长赛，声音越讲越大，情绪越讲越高。然后他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翻译成今天你现在这个版本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神最终的荣耀。不是因为神嫌弃你，而是因为现在的系统版本太旧。各位，你有没有遇过手机更新啊？有些手机更新后更快，有些手机更新后直接变暖暖包。保罗说，未来神不是帮你修修补补，不是换桌布，不是换铃声，而是整个升级，完全更新。然后呢，保罗突然爆出一个大秘密，他说，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。听到奥秘2个字，大家就精神来了。人类最爱听秘密。同事说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你不要跟别人讲。你嘴巴说放心，手已经打开赖群组。保罗说，秘密来了，不是所有人都会睡了，也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死去，但所有属神的人都要改变。一瞬间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保罗说，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，必死的变成不死。翻译成今天，你的身体终于不会再出 bug 了，不用再担心膝盖，不用再担心腰痛，不用再担心血糖，不用再担心胆固醇了。有人40岁以后，体检报告像在抽奖，红字比成绩单还精彩。但保罗说，神最后给你的不是修补版，而是荣耀版。然后全场气氛开始沸腾，保罗突然引用旧约，开始大喊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这句太帅了，根本像电影最后 BOSS 被打倒，主角站起来说，就这样。因为从古至今，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。钱打不赢他，名气打不赢他，科技打不赢他。你可以买跑车，不能买永生。你可以买豪宅，不能买永远。死亡一直是最后 BOSS， 直到耶稣复活。保罗现在像是在对死亡呛声，死亡啊，你以前很嚣张，你让人哭泣，让人分离，让人恐惧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从坟墓走出来，死亡从终点站变成转运站。然后呢，这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超有关系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怕死，而是怕白活，怕努力没价值，怕付出没结果，怕忠心没意义，怕有一天回头看人生，发现全部白忙。
所以保罗最后给出整章最重要的结论，他没有说既然会复活，那躺平吧，没有，他反而说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。为什么？因为复活是真的，所以今天有意义；因为永恒是真的，所以现在值得努力；因为神记得，所以没有白费。你安慰过的人，神记得；你偷偷流的泪，神记得；你忠心做的小事，神记得；你以为没人看见，神看见。很多事情在地上看起来没价值，诚实好像吃亏，善良好像被利用，服侍好像没掌声，但复活告诉我们，神正在记账，而且永远不会算错。所以今天的努力不是丢进黑洞，而是种进永恒。有一天神会让它开花结果，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的高潮。死亡不是结局，坟墓不是结局，失败不是结局，耶稣才是结局，而且他已经得胜。这世界每天都在告诉你，你不够成功，你不够有钱，你不够厉害，你快输了。但复活的耶稣站在坟墓前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结局还没到，所以不要因为今天的眼泪放弃明天的盼望，不要因为今天的黑夜怀疑黎明的到来，因为当耶稣从坟墓走出来的那一天，胜利已经开始倒数，而属于他的人最终都将站在得胜的那一边。可以截图分享的金句，复活最大的力量不是让你不必面对死亡，而是让你知道死亡也无法夺走神为你预备的未来。